我被房东差点强奸，男友却跪在地上求我和解。我愤怒提出分手，准婆婆直接当着众人甩了我一巴掌。你敢报警，这婚就别结了。我反手啪啪巴掌，不结就不结，老娘不稀罕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和男友是校园恋爱，从高中谈到大学毕业，原本定在2个月后举行婚礼，现在彻底闹掰。这一切还要从3个月前我俩一起租房的事说起。我和林阳都是刚毕业的学生，囊中羞涩，租不起整租，所以他找了一个出租阁楼的，房东是对上了年纪的夫妻。虽然小区老旧采光也不好，但胜在便宜。交完押金的当天，我俩就搬进去了。我俩住阁楼，房东夫妻住楼下。没想到搬进去第1天就被房东恶心坏了。房东是个50来岁的大叔，刚见面就色眯眯地盯着我，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，看得我浑身恶寒。男友眼瞎一样，还恭敬地递上了根烟。你女朋友这条可真正啊，这么夸赞女生，特别轻浮。中年房东深深吸了口烟，透过烟雾色眯眯地打量我，低头看了眼自己穿的白 T 和百褶裙，再正常不过的打扮，眉头瞬间皱得更深了。男友仿佛什么都没察觉，笑眯眯地点头应和。不料房东紧跟着又来了一句：啧啧，看这大长腿，你小子真爽啊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成年人都听得懂。我瞬间恶心坏了，可男朋友竟然只是笑笑，连个反驳的意思都没有。等房东离开，我气势汹汹地逼问林阳，一脸你不要无理取闹的表情，人家就开个玩笑，你怎么还当真的？再说了，人家夸你腿长不好吗？非要说你腿短你就开心了。我简直想给他一巴掌。要不要听听自己说的什么蠢话？算了，这房子我不想租了，咱俩换个地方。男友瞬间急了，押金都交了，你说不租就不租了。我奇怪看向他，押金房租都我出的钱，你1分钱没拿，心疼个什么劲儿？男友沉默半晌，见我真生气了，又放低身段来哄，咱俩下半年就结婚了，新房也收拾出来了，你再忍2个月好不好宝宝？我翻了个白眼，勉强妥协，却没想这次妥协成了一切噩梦的开端。房东夫妻的作息十分规律，规律到让人忍不住吐槽。他俩每天早上5点准时起床，稀里哐当的也不知搞什么，好不容易熬到6点半，房东阿姨就爬上楼开始砸门，叫我俩起床。一连3天，我几乎精神崩溃。虽然暂时没工作，但我一直兼职模特。最近为了赶节假日，每天晚上拍到半夜才回家。他敲门时，我才睡了3、4个小时不到。如果我俩不起床，他会一直敲，直到起床。餐桌上我委婉地提了一下，房东阿姨眼睛一瞪：你们这些小年轻，一天天睡懒觉，像什么样子？住进我家就要守我家的规矩，早上6点必须起床。我无语凝噎，狠狠瞄了眼男友，可他像头猪一样呼噜呼噜喝完碗里的粥，把筷子一放，又钻回房间打游戏了。我挫败地叹了口气，正想起身离开，却被房东阿姨一把拽住。她冲我努努嘴，把餐桌收拾干净。我傻眼，桌上又不是我一个人吃的，凭什么我自己收拾？再说了，我本来就没准备下来吃饭，是被硬拉下来的。强忍着怒气收拾干净，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，我极其严肃地和房东阿姨又说了一遍：阿姨，我俩早饭会自己解决，不用麻烦你每天准备，请不要在早上6点的时候敲门了。她皱眉想说什么，
如果您这样的话，我只能换锁了。毕竟阁楼您已经租给我们了。他白了我一眼，嘀咕了句不知好歹，邪火憋在心里。但想想只有2个月，我勉强忍了下来。回屋的时候，林阳还在打游戏。我本想说他2句，手机不要命的响起，兼职的公司又有任务了。我赶忙换下睡衣。我俩租的阁楼，房东夫妇住楼下，房间的门锁坏了，关不严实，透了条缝隙。心想也没人上来，刚脱下上衣，一抬头贴到门外，房东大叔站在门外，眼睛直往里瞟，恨不得粘我胸前。林阳，林阳！我吓得双手捂胸，尖着嗓子连叫了好几声。林阳戴着耳机和队友开黑正酣，丝毫没听到，嘴里大喊：草里，草里有人蹲，放大招啊！气得我直接抬脚哐地踹上房门，力气大的旁边桌上的花瓶都颤了颤。林阳这才后知后觉，摘下耳机，皱眉看向我：你是不是有病？一大早的吃枪药了？我愤怒地把衣服砸他脸上。今晚要么换锁，要么换房。晚上提着买的新门锁。林阳张口就怪我没事找事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好看？谁看你都有意思。不是我说你，江薇薇，你什么时候能不这么自恋？我简直气不打一处来，把早上的事和他说了。本以为会换来他的理解，结果林阳冷漠地来了句：谁让你在门口换衣服的，还怪着别人了？我看你就是想换房子，才故意找事。愤怒直冲天灵盖。我俩本来租的就是阁楼，当初签合同的时候写得明明白白，我俩住阁楼，房东住楼下，互不干扰。现在房东俩闲着没事上来溜达，就够膈应人了。结果在林阳嘴里竟变成了我故意找事。那昨天的事呢？再说了，他没事上楼干什么？分明就是偷窥。他斜眼看了我一眼，撇嘴。要我说，你们这些女的就是事多，人家夸你腿长，怎么还成个事了？谁让你喜欢穿裙子？你要穿条裤子或长裙，谁看你？既然穿了，就做好被看的准备。你要不想让人看，把自己裹起来不就得了？自己穿的少，也怪不了别人说2句吧。听他这么说，原本压抑的怒火再也压不住了。我直接激情开麦：林阳，你脑子有问题就去治，这么多年的学都上到狗肚子里去了。老师没教过你要尊重他人吗？以后别人说你是金针菇，你也别生气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评价自由。林阳当时脸色就变了，我心底冷笑，这就能共情了？最讨厌那些动不动说你能穿我就能扰的家伙。按照他们的道理，那些动不动就猥亵甚至强奸女孩的人，只是一时被欲望冲昏了头脑，遵循了人类的动物本能罢。被侵害的女孩们才是真正的罪犯。他们的逻辑就是：你引起了我欲望，所以才导致我犯罪的，活该。真搞笑，自控力这么薄弱，怎么也没看到这帮人去抢银行。说这话的人心底都门清，不过是柿子专挑软的捏，指责受害者衣着暴露，只是为了他们卑劣的人格找个遮羞布罢了。林阳脸色铁青，想反驳，嘴巴蠕动半天，挤出一句：好好好，我说不过你，都是你的理性了吧？林阳这人除了情商奇低，其他方面还好，为人老实不乱搞，最大的爱好玩游戏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俩高中就在一起了，我爸妈早把他当成准女婿了，现在就天天盼着我俩结婚抱孙子呢。林阳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给我好好说话。我压低声音，咬着牙威胁。林阳看我真生气了，忙挤出笑脸：我开玩笑的呢。接着又小声补充了句：不过林叔人真的挺好的，你别想太多了。林叔，他也姓林，
疑惑从脑袋一闪而过。林阳接过我手里的钥匙，给卧室换了锁。这一夜我终于安心地睡了个好觉。没想到第二天，因为换钥匙的事，房东炸开了锅，房门被砸得砰砰响。我睡眼朦胧地按开手机，6点。此刻如果有一个词能完美形容我的心情，那就是无语。打开锁，房东阿姨黑着脸把门一把推开，我差点摔了趔趄。谁换的锁？为什么换锁前不和我们商量？谁允许你们自己私自换锁了？眼看着房东大姨嗓门越来越大，林阳急忙起床解释。听到我昨天换衣服被看光，房东阿姨皱眉鄙夷地扫了眼我，仿佛我才是犯错的那一个。以后家里任何东西换了，都必须告诉我俩，同意了才能换。再有下次直接给我滚出去。甩下这么一句，房东阿姨气鼓鼓地下楼。林阳埋怨地扫了我一眼，都说了不换吧，都怪你。我毫不犹豫地伸手朝他腰侧掐去。林阳龇牙咧嘴求饶，痛痛痛，怪我怪我。小祖宗快松手。吃过了沉默的早餐，林阳今天要面试，提前出门了。我在后面收拾打扮好才离开。下电梯的时候，恰巧碰见扔垃圾回来的房东大叔，角落里还缩着一个身材娇小的短发女孩，正满脸防备地盯着房东。我刚进去，房东大叔眼前一亮，立刻紧挨着我站在一边，几乎快贴到身上。浓郁的汗臭夹杂着烟味，简直让人想吐。我皱眉，毫不留情地伸手把他用力推开。电梯很大，麻烦您离我远点。房东大叔越不生气，嘿嘿笑了2声，眼神盯着脚底下，不知看什么。半晌，他突然开口：“这电梯设计的不好，都看不见裙底。电梯就要那种设计的，既看得到又看不到的，朦朦胧胧的，才有感觉。”我顿感恶寒，电梯一响，立刻逃似的冲了出去。刚冲出大门，身后一个弱弱的声音叫住我：“请问你是不是住在502呀？是电梯里的那个妹子？”我疑惑地点点头，她紧张地看了眼身后，凑到身边小声道：“小姐姐，我劝你尽快换个房子。”我挑眉等她下文，结果她竟然闭嘴了。我只好开口：“为什么？”妹子纠结地看了我2眼，手指几乎凝成麻花，半天低声来了句：“那房子不干净，我之前租过一段时间，你还是尽快找别的房子吧。”不等我反应，她转身跑了。晚上下班，我和林阳说了这事，他嗤笑一声：“什么怪力乱神的，你们女人一天天就是喜欢瞎想。”我带着疑惑入梦。第2天，我就知道为什么这房子不干净了。我换下来的内裤被人动了。上班时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内衣裤整齐地晾在窗外的架子上。结果等我下班回来，它们乱七八糟，皱成一团。黑色蕾丝内裤上还沾着不明液体，我被恶心坏了，急忙打电话质问林阳。电话那端的林阳十分无辜，挂断电话。我气势汹汹去质问房东大叔，结果他反倒恶人反咬一口：“你们把门锁换了，我怎么进去？你个小丫头，怎么这么喜欢血口喷人？”我转念一想，他说的也对，房间的钥匙只有我和林阳有，讪讪地道了歉，上楼左思右想也没个结果，最后忍着恶心扔掉了那条内裤。这段时间，林阳找了一家外企，公司6000转正12000，我发自内心的替他开心。一时间，看色眯眯的房东大叔也顺眼多了。只是林阳进了新公司后，明显加班多了，还要经常出差，一走就是1、2个周。房东阿姨依旧每天锲而不舍地6点敲门，甚至因为换门锁的事，每天敲得更响了。好在我早有准备，拿出早就买好的耳塞戴上，
安安稳稳进入梦乡。持续了几天，他终于消停了。只是每次我下楼出门，他手里的锅碗瓢盆就砸得砰砰作响。我翻个白眼，利索出门，真好笑。反正不是我的东西，砸坏了又不心疼。林阳打来电话说要出差1周，我冒着雨回了出租屋，看到屋里乌漆嘛黑，恍惚想起房东阿姨说最近要去她儿子家看孙子，不在家。太好了，我几乎快笑出声，哼着歌进了卧室，穿着湿漉漉的衣服直接进了浴室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有种被偷窥的感觉，浑身汗毛根根竖起。拿起毛巾又放下，我握紧拖把出了浴室。走廊黑漆漆的，窗外黑影绰绰，偶尔响起几声怪异的鸟叫。林阳，我强壮着胆子叫了一声，安静回应着我，挠挠头发回了房间。大概是错觉吧，两手放在衣服上，正准备脱，那种熟悉的被窥视的感觉又来了。我这次聪明了，假装镇定，暗中观察。终于我发现浴室门缝后一双漆黑的眼睛直勾勾盯着我，惨叫声涌到喉咙。我慌乱地抓起电话就要报警，浴室门忽地被拉开，房东大叔一脸猥琐地站在浴室门口。楼上水管坏了，我来修水管。我握着手机定睛一瞧，他手里确实拿着扳手之类的工具。下一秒我反应过来，厉声质问：你哪来的钥匙？林阳出差，自己的钥匙一直在身边带着，他怎么进的卧室？房东大叔嘿嘿一笑，眼神犹如实质的在我身上溜了一圈。你是处吗？啊，我没反应过来。他又问了一遍，你是处吗？见我还没反应，以为我没听懂，换了个问法，你俩上床做过了吗？恐惧夹杂着怒火燃了起来，我伸手扯过毛毯裹住，指着门厉声呵斥：出去，否则我现在报警。没想到房东大叔的脸瞬间沉了下去，开个玩笑而已，这么认真干什么？你报警，警察来了能怎么样？我在我家修个水管天经地义。说着，他突然压低声音：你再这样，老子就发脾气了。一个小丫头片子，真是给你脸了。屋外雨声哗啦，屋内死寂一片。他握着扳手，欺身上前，两眼饿狼般死死盯着我，恐惧顺着后背往上爬。他上前一步，伸手摸向我的胸，恐惧彻底压垮最后一丝理智。我尖叫一声，抡起旁边的东西，不管不顾地砸了过去。他似是没想到，硬是挨了我好几下，痛得叫出声。虽然我身材纤细，但为了保持这纤细的身材，我每天要做大量的无氧运动，环报了泰拳班。一时间，房东大叔被我按在地上狂殴，毫无还手之力。房东阿姨回来就看到满脸青肿的大叔，以及黑着脸正准备报警的我，她吓了一跳。了解事情的经过后，突然狠狠给了大叔脑门一巴掌：你个死老头，谁让你吓唬人家小闺女了，好吗？明明是强奸未遂，在他嘴里变成轻飘飘的一句玩笑。如果我没有练过泰拳，不是每天坚持锻炼，或者换成其他的女孩，今天还能有我这么幸运吗？我家老头子没什么恶意，就是想吓唬吓唬你，开个玩笑而已，你咋还当真了？房东阿姨沈笑着凑过来，开玩笑，孤男寡女。她还握了把凶器，你和我说这是开玩笑？我毫不留情地一把推开她试图抓手机的手，是不是玩笑？等警察来了再说，让他报，我倒看看他能弄出个什么名堂。警察管天管地，还能管我在自家溜达不成？再说他无凭无据的，你让这死丫头弄。房东大叔底气十足，两眼怨毒地瞪着我。阿姨气得直冲他挤眉弄眼，使眼色。房东大叔冷哼着，
双手环胸，一副老子什么都不怕的模样。我冷笑着拨通110，正要说话，大门被砰地撞开，林阳旋风般卷了进来，一把抢走手机挂断。搞什么呢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他喘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把手机顺势揣进自己兜里。房东阿姨把他拉到一边，窃窃私语了一会，再回来。林阳看我的眼色明显变差，江薇薇，你这次做得太过分了。林叔好心来给咱们修水管，你竟然把人打成这个样子！我伸手啪的一拍桌子，林阳吓了一跳。你要是没长耳朵，我好好和你说一遍，你给我听好了。我强忍怒火，他伸手用力指了指房东，趁你们不在家，偷偷溜进房间，对我试图强奸未遂这几个字，你是哪个听不懂？林阳看了一旁冲他使眼色的房东阿姨，态度突然软了下来。微微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人家林叔可能就是单纯的想修个水管呢，结果你恰好撞见了。他顿了顿，带着几分难以察觉的埋怨继续说道，再说了，你这不也没什么事吗？我被他轻飘飘的一句你也没事瞬间点炸，合着等我被强奸才能追究责任是吧？林阳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从来这里后你的态度就一直很奇怪，就好像他们才是你。我猛地网了嘴，意识到了一直被自己忽略的问题，嗖地回头死死盯着脸色不自然的林阳。你说你有个远房叔叔住在这附近是吧？叫什么？林阳神色紧张地看了跟房东，抿抿唇，好半天轻声道，林鸿运。事情真相大白，房东大叔的名字就叫林鸿运，怪不得林阳最近态度这么奇怪，感情房东夫妇就是他那远房亲戚。他私自撬门溜到别人房间偷窥，他还有理了？就算是你亲爹也不行。想起上次内裤的事，八成也是这恶心的老东西干的。一想到他趁我不在溜进房间做的那些龌龊事，我差点哕出来。林阳脸色更差了，拳头紧了又紧，半天挤出来一句，钥匙是我给的，换锁的当天林叔要了把备用钥匙，不是他私自撬锁。说完看到我气红了眼，急忙补充，我真的没想那么多，而且林叔是看着我长大的，他绝对不是能干出那种事的人。微微，这一切或许真的只是一场误会，误会，自己差点成了新闻主角，在他们嘴里竟然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误会。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转身就要回屋收拾行李。这破地方，我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。林阳身后小跑跟上，低声道歉，宝宝，我错了，我不该瞒你的，是我妈的主意。说是我叔叔他年纪大了，收入也低，反正都要租房子，不如给自家人安全还不被坑。就这还不算被坑，这次说什么都不准备妥协，用力甩开林阳的手。我自顾自地进了卧室收拾行李。林阳见劝不动我，转身出卧室，站在楼道，不知和谁打电话，嘀嘀咕咕些什么。没几秒，我妈突然给我打电话，刚接通就是一句，你这孩子怎么又闹脾气了？你什么时候能长大？怎么天天就知道欺负林阳？门外林阳尴尬地移开视线，不敢看我。我简直要被他气得头皮发麻，用尽毕生毅力忍着没对我妈发火。事儿林阳和你说了，不就是他书上你们屋里修水管，你没看见？误会他要做什么吗？微微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个姑娘家的，怎么天天把这事挂嘴上？赶紧和人家道个歉，以后都是亲戚，闹得太难看，对你不好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正准备挂断，电话被我爸抢了过去。早就让你好好穿衣服，别整天穿那些花里胡哨的，别人还会以为咱们家的孩子没家教，烂女一个。好男人是不会喜欢你这种女孩的，
也就林阳愿意宠着你。要是我再看到你穿那些不三不四的衣服，非打断你的腿不可。这番话彻底激起了我的火气。我好好在自己屋里，差点被人猥亵，没人去指责犯罪者，反而都急着指责我这个受害者如何做人。那感情好，不喜欢就不喜欢，你当我稀罕？我回头狠狠瞪了眼林阳，扭头对电话怒吼：婚礼取消，不用准备了，谁他妈爱跟谁结，我不伺候了！你这个……老爸的怒吼被啪的挂断，林阳终于慌了，露出讨好的笑：微微，我的错，我不应该告诉爸妈，我真的只是想让他们劝劝你，真没想到这样。我冷眼看他，伸手到他面前：银行卡还我。他愣了愣，我不耐烦道：把银行卡还我，聋了吗？我这人丢三落四，身份证还有银行卡重要的东西都让心细的林阳保管。他忙七手八脚的把身上摸了一通，低头不敢看我。我回来的太忙，扔公司了，等明天我下班立刻马上给你送过来。明天我就请假去看房子，一找到合适的咱俩就立刻搬出去。窗外雨滴噼里啪啦落下，大雨滂沱，看样子一时半会停不了。等明天一拿到银行卡，我立马踹了林阳这个智障。这么一想，整个人瞬间冷静下来。林阳悄悄打量着我的表情，小心翼翼拿过我手里的行李箱，放进衣柜。这是林叔不对，我回头和他说说，以后你不在家，他不能上阁楼。林阳在害怕我真的把他一脚踹了。他虽然是985毕业，但家里条件十分一般，他爸是个赌鬼，妈妈腿脚不便。我俩的婚房是我爸妈给的，还许诺结婚的时候，我带50万嫁妆和一辆车。和我结婚，他至少可以少奋斗30年，而我最在乎的就是他对我好这一点。可是现在看来，好原来也是能装出来的。心中有了计较，面上冷漠越发明显。他似乎察觉到了，反而更殷勤。林阳一大早确实出去找房子了。我翻箱倒柜找出他藏在床底的身份证和银行卡，二话不说提着行李箱离开，所有联系方式全部拉黑。下午的时候，我爸妈电话开始疯狂轰炸，我一个没接。当初林阳说我俩赚的钱都存银行卡，将来做彩礼娶我用，把我感动得涕泗横流，觉得他家都这么困难了，还要给自己彩礼，简直是绝世好男人。现在想想，自己简直是脑残，脑子里至少装了20斤大便，10多万全都是我一个人赚的，关他林阳屁事？拿着我自己赚的钱来娶我，亏他想得出来。林阳和他那奇葩亲戚都见鬼去吧！我用那些钱在市里租了一套月租3000的30一厅，简直不要太快乐。重点是再也没人凌晨6点哐哐砸门，太爽了。只是这种快乐在今天下午看到闺蜜发来的视频时戛然而止。微微，到底是不是你呀？现在群里都传疯了，我还是在我男朋友手机群里看到的。我浑身颤抖着看着视频里和自己一样面孔的女人，她站在床前不断脱衣服，然后全身赤裸地抱着浴巾进了浴室。视频一共3段，甚至还有一个是我穿着情趣内衣和林阳在床上做不能过审的内容。虽然男人的脸上打了马赛克，但我一眼就能认出来他。阵阵呻吟声叫得我脊髓发寒，两手颤抖到差点握不住手机。下面的评论污言秽语什么都有，竟然还有人把我的身份地址都公布了出来。我好像看见过几次，没想到竟然这么骚。我也见过，好像还是个模特。啧，这是谁家的女儿？又是谁的女朋友？真想发给他家人看看。
这身材太哇塞了，老子今晚就蹲路边等他。震惊、恐惧、崩溃，所有负面情绪一起向我涌来。手机啪地跌到地上，我大口喘息着，无力瘫在地上。闺蜜带着哭腔的声音从电话另一端传来：“微微，你没事吧？你千万别吓我呀！我现在就过去陪你报警，可千万别想不开，做什么傻事。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回事？”我死死盯着手机里白浪翻涌的两人，将死的大脑缓缓转动。背景是林阳他叔家的阁楼，也就是说，一个不敢置信的念头涌了出来：“微微，你没事吧？你别不说话，我已经在路上，马上就要到了，你千万别想不开。”这时的我已经恢复了理智，冷冷看着屏幕里白浪翻涌的两人，恨意涌现。我没事，来之前先帮我买个东西。我提着箱子回了阁楼，看到我的时候，林阳很是惊喜。我死死审视他脸上一丝一毫的表情，确认不是装出来的。林红运看到我阴阳怪气：“哟，怎么又回来了？真当自己……”房东阿姨狠狠瞪了他一眼，他嗤笑一声，背着手哼着小曲，悠哉悠哉出门了。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都快是一家人了，不是？你就安心住在这儿。房东阿姨热切地拉着我的手，与先前简直判若两人。我还诧异她的变化，下一秒她笑眯眯道：“听说你家有好几套房子，你和林阳也快结婚了。大家都是亲戚，你看能不能先借我儿子一套，等他结完婚，我们立刻还给你。你也知道，现在的小姑娘都势利眼，没房子还不肯结婚，拿别人的房子说自己的，这不就是赤裸裸的骗婚吗？”随便敷衍了两句，糊弄了过去，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，欢天喜地的走了。林阳殷勤地围着身边打转。刚进卧室，我就一把把他推出去。“不是请假回来的吗？赶紧去上边，别围着我转悠，烦死了。”林阳表情僵了僵，委屈巴巴地看了我几眼，转身往楼下走几步，一回头，我面无表情地啪地把门关上。门关上的那一瞬间，我循着视频找到了拍摄位置，电视旁边的插座，拿着螺丝刀小心翼翼地敲开，意料之中，里面一个拇指大小的隐藏摄像头，红灯一闪一闪，正在工作。来之前我特意了解过，隐藏式摄像头分为很多种，一种是需要无线联网的，一种是存储式摄像头，前者内容直接上传到云端偷窥者账户里，后者需要定期取走内存卡，拷贝到电脑里。因为阁楼根本没安无线，所以是后者。我阴沉着脸盯着摄像头看了几秒，又把它安了回去，顺便把拜托闺蜜买好的东西提前布置好。林红运家的阁楼长期对外出租，就算自己报警，她也很有可能谎称是租客安的，自己完全不知情。我要一击必中，让这老东西受到应有的惩罚。1个月的时间，我谢绝所有工作，闭门不出。林红运肉眼可见的烦躁起来，甚至好几次还提出让林阳带我出去散散步。我心底暗潮，毫不犹豫地拒绝。他那个隐藏摄像头用的内存卡是128G，1个月就要换一次。我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。很快，这个机会就到了。林阳接到了出差的消息，一大早就赶去机场。我也借口姐妹家住，实则偷偷躲在床底，举着手机录像，等鱼上钩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多久，林红运拿着螺丝刀，蹑手蹑脚地上了楼。室内昏暗，他也不开灯，借着窗外昏暗的月光，撬开插座。我鼻尖敏感地闻到浓烈的酒味，这家伙竟然还喝酒了。听着他拿着储存卡猥琐的嘿嘿声，我按下停止拍摄键，
心底冷冷地跟着嘿嘿，你小子这下彻底完了。房门轻轻关上，我等了好一会，确定没人爬出了床，人赃并获，马上打电话报警。臭丫头，想算计老子，你还嫩点！冰冷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，我大惊，猛然回头，林红运站在床上，手握螺丝刀，垂下眼，目光凶狠地盯着我。竟然被发现了！我下意识转头就跑，他大掌一把扇下，眼前一黑，脑袋剧痛咚的狠狠撞到地上，摔得七荤八素。上一次是他没有防备，才会被我一个弱女子按在地上揍。这一次，他显然已经做足了准备。他冷笑着冲着我肚子又是狠狠一脚，我痛得近乎失声。报警！对，我要马上报警！我挣扎着伸手抓向手机。臭婊子，你以为你逃得掉吗？一双大手先我一步抓起手机。他垂眼看着屏幕上的画面，好啊，老子好心把房子租给你，你还想送老子进监狱？我目眦欲裂，证据，伸手去抢，被他一把抓住头发，拎着狠狠扔到床上。林红运冷笑着按下删除，把手机往地上狠狠一砸。他抬头看向我，大掌粗鲁地扯掉自己的上衣，露出油腻的啤酒肚。亏你还敢回来！老子看你视频里叫的那么骚，早就忍不住了。听说你还想和林阳分手，大手落下撕拉，身上的衣服瞬间变成碎片。他目露狼光，动作越发凶狠。臭婊子，真给你脸了！等老子玩够了，给你发你爸妈同事手里，到时候就是你求着林阳要你这双破鞋了。我拼命挣扎，狠狠一巴掌甩他脸上。林红运红了眼，揪起头发，大掌啪啪啪连扇好几掌。你老实的让老子睡一觉，否则我就把视频发你爸妈手机里。我绝望了，难道自己今晚上真的要交代在这儿了？地上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林阳。我用尽全身力气，一口狠狠咬住他的手。林红运惨叫一声，推开我，脱离束缚。我一刻不停冲到地上，接通手机，凄厉惨叫：报警！林阳，快报警！林红运要强奸我，马上报警！电话那端突然沉默，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微微，我马上回去，你回来有个屁用！我简直气得想骂娘。下一秒，电话被林红运一脚踩碎，楼下警车响彻小区。林红运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我同样不敢置信。直到房门被撞开，闺蜜哭红了眼，狠狠冲进来抱住我。林红运被紧随其后的警察戴上手铐拉出房间。我今天心里一直很不安，给你打电话也不接，就直接报警了。幸好来得及时，他哇哇大哭，活像差点被强奸的人是他。晚上我俩在警局录了一晚上口供，直到凌晨时分才被送了回去。刚进门看到林阳和房东阿姨坐在沙发，我刚要张嘴话说，林阳冲过来，啪，脸上狠狠挨了一巴掌。室内气氛凝滞，我捂脸不敢置信地看着他。林阳，你什么意思？他死盯着我，面露怨恨。为什么要报警？我不是说等我回来吗？现在林叔被抓了，你终于满意了？房东阿姨也满脸仇恨地盯着我，仿佛我才是那个犯罪的人。一句话说得我如坠冰窟，我几乎要认不出这个陪了自己10几年的人。你说什么？林阳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知不知道自己说的什么？他红着眼，厌恶地盯着我。林叔已经告诉我了，是你故意勾引他的，你就是记恨上次的事，想故意报复。我愤怒到极致，竟然有种想笑的冲动。林阳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是只信他不信我是吧？秦薇薇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你平时穿的那么骚，不就是为了去公司勾引同事？
要不是我妈劝我，我早就把你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踹了。我被气得浑身发抖，眼前明明还是那个人，为什么此刻如此陌生？林阳冰冷地盯着我，脸上的厌恶刀子般刀刀割开心脏。房东阿姨拍着大腿哭：怎么这么倒霉，碰见你这么恶毒的丧门星？我们老林家一辈子的清白都被你毁了。杨洋啊，你可不能忘你小时候读不起书，都是你林叔给你拿的钱，你可千万不能心软。闻言，林阳一把抓住我往楼下拖，我奋力挣扎。林阳，你他妈想干什么？去公安局告诉他们这是场误会！我尖叫着一巴掌狠狠甩了上去，声音气到颤抖。打斗声引起不少附近的居民出来围观。林阳，我算是瞎了眼了，看上你这么个软尾巴虾，你给我睁大眼看看！我愤怒至极地指着红肿的脸颊和青紫的眼眶，以及身上无数处被殴打的血块。你说这么是误会？误会你妈的误会！你在这儿给我装什么装？是不是误会你自己心里门清？我告诉你，你那个好林叔在出租屋里偷偷装了摄像头，偷拍租客，还把他们的视频上传色情网站，人证物证都在眼前，你还好意思舔着个脸告诉我是误会？平白被塞了一嘴的瓜，邻居们震惊了，议论声一波大过一波。不会吧？看不出来平时老老实实的林红运是这么畜生，怪不得他家租客只租给小姑娘呢。我就说这家伙没安什么好心思，这小姑娘好像是他侄子的女朋友，连这都能下手，还是人吗？这是……林阳听得脸色微变，显然并不知道这些。听着邻居们此起彼伏的议论，房东阿姨脸上挂不住了，连忙伸手把我俩拉回屋里。眼看硬得不行，她又开始唱白脸：你林叔今晚就是喝多了，他只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，你也不能怪他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算我求你了。微微啊，你去警局说说，这都是误会。难道你真的忍心眼睁睁看着林阳他叔进去？为什么不舍得？最好再做个10年。我起身就走，刚进门就撞到一张熟悉的脸，竟然是婆婆。啊呸！林阳他妈，到底咋回事啊？林阳打电话说你和他有点误会，闹到警局了。我冷冷瞥了眼林阳，以前怎么没发现他满口胡掰的本事？房东阿姨和他说了事情的经过，最后特意大声道：男人喝酒上头都容易冲动，又没真出什么事。林阳他妈拉着我：微微啊，这件事你受委屈了，只是你也知道你林叔喝多了，他这人喝多了就这样，妈一直都觉得你是个好孩子。他顿了顿：你这也没出什么事，妈做主给你2000，你看这事就这么过了行吗？当然不行。我冷冷扫了这仨穿一个裤腿的一家人，伸手拿出屏幕碎成蛛网状的手机，等我把证据交给警察，让警察判断他到底错没错好了。房东阿姨眼睛一亮，猛地窜来想抢手机，被我一把躲开。没想到下一秒，林阳他妈一把抢走手机，毫不犹豫地扔进浴缸，脸上和善的笑容一扫而空。都是一家人，有必要做得这么绝吗？再说了，你个小姑娘整天穿得花枝招展，不就是给别人看的吗？你要不穿这样，人家可能对你动手动脚。做人要多反思反思自己。林阳在一旁闷着头一声不吭。今晚我对他失望透顶。一家人，我冷笑。现在不是了。婆婆瞪圆了眼，声音刻薄：真以为自己千金小姐了，都不知道被我儿子玩了多少遍了。一双破鞋有什么好骄傲的？更别说你还流产了一次。死过人的房子，除了我儿子，谁还敢要？他肯要你就该感恩戴德了。
我被他气得脑袋嗡嗡的响，他勾了勾嘴唇，彻底撕破脸皮。你以为我家真看得上你？我家林阳正经大学本科，现在还是个公司的领导，要多少好女孩没有，还真当看得上你这种不三不四的女人。原来这才是他们的心里话。林阳看着我，嘴巴动了动，似乎想解释，被他妈一瞪，又憋了回去。既然都说开了，那我今天也不藏着掖着了，索性直接说了。你爸妈送的那套房，你赶紧抓紧时间改成林阳的名，还有那50万的嫁妆都存他卡里。像你这种人，指不定哪天在外面乱搞，我家至少得有点保障吧。以后结了婚，你就把工作辞了，在家安心看孩子。什么模特，天天出去给一群男人看要不要脸，我家可丢不起这个脸。哦，对了，我早就和林阳商量好了，你什么时候生个儿子，你俩什么时候领证。不过你放心，你们可以先举行婚礼，毕竟一早就说好的。他骄傲地昂起脖子，一副还不快感恩戴德的样子。我面无表情地扫了一眼面前3人，愤怒的极致反而是麻木，勾起嘴唇。那就别结了。我扭头看向林阳，婚礼取消，我是不会和你这种窝囊废结婚的。林阳妈猛地瞪大眼，说什么呢？你骂谁窝囊废呢？骂你儿子，连自己的女人差点被人强奸都没胆子保护，反而跟条落水犬一样缩在一边叫唤。不是窝囊废是什么？死丫头，你家里没教过怎么和人说话是吧？没教养的东西。我家里只教我怎么和人说话，没教我怎么和狗说。林红运那老东西等着进去吧。啪啪，脸颊狠狠挨了他一巴掌。林阳他妈咬牙切齿，你要敢报警，这婚就别结了。我简直要被气笑。直到现在他还坚信我会和他那怂包蛋儿子结婚，真想问问哪来的信心。我反手啪啪2巴掌，毫不犹豫甩了回去。没有镜子总有尿，劝你没事多照照。林红运该开始奸称是我勾引在先，在被验伤报告锤了后，又开始咬死说是自己喝多了，并且也没有对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，要求双方和解。刚开始房东阿姨还十分嚣张，直接拿了1000当着我爸妈的面砸我脸上。林阳他妈也跟着阴阳怪气嘲讽，这种事也好意思往外说，真是够不要脸的。我家就吃了这个亏，我倒要看看以后谁敢娶你这种不干不净的东西。早都被我儿子玩烂的货，还有脸告别人。我妈当场气得心脏病发作，送到医院。我爸也被气了个半死。林阳全程没出现过，回去后父母就通知亲戚取消了婚礼。你就是一辈子不结婚，也不能嫁给那么一个东西。我爸直接把原本打算作为嫁妆的50万直接转到我名下，甚至在我妈的强烈要求下，把原本的婚房卖了，选了个全封闭式小区，重新买了套，写在我名下。我以后再也不用出租房住了。期间还有不知名的微信在之前的小区群里公开发那些视频，还造谣我是个小姐，在某某会所工作，描述的有声有色，声图并茂，我自己差点都要信了。我毫不犹豫地收集证据，直接报警。真好笑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拿这种东西威胁人？就算看了又怎么样？有什么证据能证明那是我？不能证明就是你造谣，能证明那更好。传播淫秽视频，直接一波送走。林阳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找到我，刚见面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一巴掌接一巴掌地抽自己。微微是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眼都不抬，擦身越过。我不应该轻信他们的话。微微，你打我吧，怎么打都行，你别不理我。我翻了个白眼，
微微，我求你了，林叔对我有恩，就算他有错，我也不能指责他。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，你看在咱俩探了那么多年的感情，能不能高抬贵手放他一马？我这辈子给你当牛做马都行。我猛地停下脚步，上下打量他一眼，在林阳期待的目光中嗤笑一声：“你也配？”几天后如约开庭，庭上他们试图抹黑我，造谣是我勾引不成，恼羞成怒勒索，这才有了后面的暴力事件，甚至林阳出庭作证，我私生活混乱，并亲手把卧室钥匙给了林鸿运，全程他一眼不敢看我。我双手环胸冷笑，看着一群跳梁小丑做临死挣扎。最后，法院出示了最重要的证据：案发当晚的完整监控。监控一出，林阳三人全部傻眼。那天去林鸿运家时，我让闺蜜给我带了个微型摄像头，就藏在床头，刚好照到林鸿运藏监控的位置。我原本只是想记录他偷偷安装监控的罪行，万一自己没抓到，至少还能留个后手。没想到竟然会成了关键性的证据，这下林家人彻底无话可说了。林鸿运原本得意洋洋的脸状若死灰，房东阿姨下庭尖叫着朝我扑来：“你个贱蹄子，你就是故意的，老娘让你偿命！”被赶来的保安按在地上，林阳远远地看着我，满脸内疚。我已经不会被他骗了，我不信这一切他一无所知，他只是不在乎，甚至还一定程度成了帮凶。婚礼肯定是不会举办的。林阳婆婆还想上门闹，要求我支付林阳的青春损失费和赔偿多年来她在我身上的花销。我二话不说列出单子，一共6万4，顺便反手告上法院。这些年一直都是我在养着他的好大儿，也不知道哪来的底气和我叫嚣。我父母在家里再也没提过林阳的名字。听说林鸿运出事后，很多曾经的受害者纷纷站出来拿出证据，其中不少是因为被他偷拍视频后威胁被强奸的租客。林鸿运数罪并罚，判刑16年。他家的房子被卖了，用来赔偿受害者们。他老婆则因为在群里多次散播淫秽色情视频，且转发100万，并涉及到造谣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刑7年。林阳也来找过我几次，跪在门外可怜兮兮的道歉，被我爸拿着拖把一路打出小区。当然，这一切都和我无关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